장정순 씨는 아들 박동구 씨를 버렸죠? 네.那年，他让智障的儿子游到对面，再游回来。儿子拼命的游，等到回来一看，母亲不见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却被韩国人改编成让人笑完就哭的温情片。这就是2019年李光洙的《我的一级兄弟》。后来，儿子进了福利院，每天只能玩大手拉小手的游戏想妈妈，还总被其他人欺负。直到有个狠人大哥叫他们住手，狠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帮忙的方式就是说自己不会痛，激怒别人打自己。 짱돌이라도 주워서 때려보라고 새끼야. 打完，智障的胖子害怕了，狠人大哥头破血流，但他似乎想找死，继续放狠话叫胖子打自己。胖子被吓哭，一屁股坐下。原来狠人大哥叫世和，世和高位截瘫，也没有亲人。但从这一刻起，他有了亲人。在智障东九的心里，他就是哥哥。探亲活动上，世和想吃鸡腿，东九就一边自己吃，一边喂他吃。但东九有时也粗心大意，毕竟他才5岁心智，为了追泡泡，东九一不小心绊到固定轮椅的石头，他自顾自的玩，世和的轮椅却带着自己向湖里倒。 越来越近，他好怕，幸好被挡住了。回过神来，他看着不远处有说有笑的家庭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幸福？这一刻，他噙着泪，用头使劲撞树。这个世界渐渐远去，他掉进湖里。恍惚间，他看到一个身影，是东九。东九奋力往上拉，把他救了上岸，累得躺下。两人躺在岸边，东九傻傻地对他说：“형, 우리 집에 가자. 世和笑了，他不会再有那种傻念头，因为从这一刻起，他有了弟弟。从此，东九刷牙的时候可就累了，因为他还帮世和刷，刷着刷着还换过牙刷，世和简直哭笑不得。刷完，世和就一遍遍教东九迷路时该怎么办。 슬퍼해야 돼. 要是有人拿美食骗你跟他去呢？ 진짜? 世和无语，应该说不要。要是有人骂你傻瓜呢？ 뒤질래? 맞짱 뜰까? 这里的院长对他们很好，为了让他们过得好点，院长还去扮神父，专门给人主持婚礼。直到后来他娘长大，神父也去世了，东九就问世和哥：“你不会离开我吧？”世和回答：“ 네가 휠체어 안 밀어주면 아무 데도 못 가는데. 东九就傻傻笑着睡去，但麻烦事来了，他们的房租已经欠费6个月。为了养活这群智障患者，世和就跟需要义工报告书的人交易，他给他们义工报告书，然后那些人给他们钱，日子虽然难，但也能过。直到这天，负责人跟他说，福利院的赞助被取消，而负责人自己也被调走。世和无奈，他们将会被送去新的机构了。他和东九会分开吗？世和陷入沉思。直到这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世和发现东九有游泳的天赋，速度都超过了职业选手。世和突发奇想，他约了游泳馆女教练。 请女教练训练东九游泳，奖金60分。女教练那天也看到东九的能力，她同意了。从此，东九为了参赛拿到奖金，每天训练，世和就在一旁陪着。但就在报名这天，他们晚了5分钟。无论他们怎么说残疾人的情况特殊，但那人就是不给报名。无奈，世和想了损招。这个残疾人不讲武德，为了让智障的东九参加游泳比赛，躺在地上威胁工作人员。游泳馆工作人员还被拍了进去。就这样，世和帮东九报了名，但采访画面被一个女人看到。女人发现东九的名字 就是他当年抛弃的儿子的名字。比赛开始，东九一马当先，世和教练在上面呐喊加油，但就在转头往回游的时候，东九愣住了。世和笑容渐失，原来当年东九被母亲抛弃在这里，智障的东九有了心理障碍，最终东九没能拿到名次，因此被世和数落。东九一言不发。朋友说，像东九这样的智障患者能比赛就不错了。女教练更是认为世和只是利用东九，把他当提款机。智障的东九以为哥哥生气了，用力拍打脑袋，说一定会努力得第1名。他们不知道世和 只是想让东九成为游泳教练，这样东九以后也能生活好一点。晚上，东九把世和放在床上，跟他说：“哥，我下次一定做好。”终于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群智障患者要去新家，尽管他们不情愿，但新家的确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世和自己也是残疾人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当一个人弱小的时候，保护好最亲的人就够了。世和和东九搬去了朋友家。就在这天，智障的东九发现哥哥不是很需要他，因为女教练在推着世和玩。这之前推哥哥轮椅的只有他。实际上，3人也过得挺开心的。但当他们回到家，东九的亲生母亲找到了他们。女人一直哭，智障的东九表情复杂，世和的心里也有不好的预感。女人说，之前自己不一定能活，所以抛弃了东九。现在她有经济能力，想接东九回去，但世和坚持要和东九一起生活，双方只好法庭上见。女人哭着和东九说抱歉，还说以后再也不分开。她伸手去摸东九的脸，东九避开了。为了赢得官司，世和一遍遍教东九怎么回答法官的问话，但5岁心智的东
东九老是记混，比如你想和谁一起生活？ 형아랑 살고 싶습니다. 没错，名字也加上去。 장정순과 살고 싶어요. 适合无奈，他真的急了。还好女教练有耐心，在她的引导下，东九终于记住了关键的问答。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，有个点对适合不利。适合曾经为了养活智障患者，利用残疾人的身份帮开义工证明挣钱，这成了对方律师抨击适合不道德的理由。言外之意就是适合只是在利用东九，还好暂时休庭。5岁心智的东九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煮了面。哥哥眼神示意。 关生效以后，适合最后确认了一遍东九想和他一起生活，再次开庭。 장정순 씨는 아들 박동구 씨를 버렸죠? 네. 왜 버렸습니까? 女人沉默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年东九爸爸突然去世，生活难以为继，又不能带着儿子东九一起工作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很可能两人都会死。这是个沉重的话题，笔就交给你们吧。但现在这位母亲的确是真心想要回自己的儿子，她的律师更是给东九的哥哥挖了个坑。适合本就高位截瘫，男律师还问：若母亲没有去世，您现在和谁一起生活？适合没回答，只是强调自己母亲不在人世。但男律师继续问：你觉得智障患者和残疾人一起生活更好，还是和正常的家属生活更好？” 适合渐渐激动，他说：“一起生活方面，是不是残疾人并不重要。”男律师：“万一你俩家里着火呢？你不觉得危险吗？”适合回答道：“着火就打119，如果着火了，非残疾人难道就不危险吗？”男律师急了：“人家血脉相连，经济也比你好。”适合笑笑。 약한 사람들이 더 보고 사는 거라고. 약한 사람들은 약해서 남을 도울 수 있는 거라고. 혼자만 생각하면 죽을 수밖에 없지만 다른 사람을 돕고 같이 생각하면 죽지 않는다고. 适合艰难地转过头，法庭一片寂静。这就是互相帮助和利用的区别。利用是光想着自己，而互相帮助更多的是想着对方。最后，决定和谁在一起的权利交给了5岁心智的东九。但当法官问东九想和谁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东九却慢慢指向一个人，他的母亲。原来开庭前，东九在角落看着哥哥，哥哥和女教练在一边很开心。女教练再一次代替他帮哥哥推轮椅。智障的东九以为哥哥找到了幸福，他只是累赘。后来，东九还是和妈妈走了，而适合有的不舍，男人只能埋进心里。新家对东九很好，妹妹还给他买了礼物，但东九总是会往左边喂饭，因为那是哥哥的位置。适合进了新的福利院，照顾他的人不怎么上心，一边玩手机一边喂饭。适合也让女教练离开了，他知道有些爱他不能有。直到这天，女教练去看望东九，给他说了适合在的地方。东九突然着急，一遍遍说哥哥一个人不行，还不停拍头。后来东九趁着着火，想偷偷跑出去找哥哥，但他不知道去哪。正在这时，他看到个购物车，他就本能的推着购物车，就像推着哥哥。一直走啊走，靠着潜意识，他走到一个地方停下，是责任之家，他和哥哥刚开始在的福利院，只不过现在这栋楼要被拆除了。一直到晚上，看着昔日的照片，东九哭了。那些个日日夜夜，他就像现在这样睡在哥哥的旁边。等到第二天，家人才找到他，妈妈急得半死。这天，适合接到女教练打的电话，女教练说东九明天要参加游泳比赛，适合铁着心说不去看。但是第二天，他看着一样东西走神，那是东九推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推破了的轮椅把手。等到看护者发现他不见，适合已经坐上昨天刚学的智能轮椅，冲在了汽车道上。但就在进游泳馆的时候，他撞到了花盆，摔在地上。他拼命叫手机智能，然后给女教练打电话，可女教练此时在坐车，没接到。他只好留言说让东九妈妈在终点等东九，只有这样东九才能游完全程。游泳馆里，东九再次一马当先，就在游回来的时候，他再次停下。他想起那年母亲在这丢下了他，尽管这一次母亲自觉在终点等他，但东九始终无法走出阴影。直到他看到一个人，是哥哥被人推了进来。东九想起自己曾对哥哥说下次会好好表现，他猛地扎进水里。东九做到了，走到哥哥面前停下。原来适合为了赶来磨破了脚。东九流着泪跟哥哥拉钩，这一刻不需要任何言语。当你和你最深爱的人分开，终于再次见面，就应该是这样吧。东九再次推着哥哥的轮椅，那是智能代替不了的温暖。后来东九的妈妈被感动，决定让东九和适合一起生活。一路走来，一个1级残疾，一个1级智障。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弱小的人互相帮助，就像他们最初在的福利院责任之家，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有活到最后的责任。